竟然能带人穿越！啊！这东西一定能卖一大笔钱。不，这品相远超100年。这东西竟然会爬树，刚才只要慢1步，我就是一具尸体了。这里太危险，必须马上离开。让我回去，回不去了。飞剑，这里是修仙世界啊！有文明就有希望。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。林渊，你大半天都死哪儿去了？过15分钟到楼下，我们见面聊。这是我逆风翻盘的底气。林渊，我可是听说了，你爸那病就是个无底洞，我们家瑶瑶不能跟着你跳火坑。30万手术费，你现在有吗？以后呢？化疗、复发，甚至要300万，你拿得出来吗？你拿什么给瑶瑶一个确定的未来？林渊，我们分手吧。没有争吵，没有眼泪，甚至没有一丝迟疑，就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话，给我们3年的感情判了死刑。瑶瑶，尾巴处理干净了？站住！你们早就在一起了吧？林渊，我可没对你承诺过什么，我跟谁交往是我的自由，你凭什么管我？你会后悔的，江瑶。后悔？一个穷鬼拿什么让我们后悔？瑶瑶，上车！林渊，我刚才都看到了，是顾小北，你还好吗？住在同小区的大学同学，本地人，家境一般。以前江瑶和他关系倒是挺好的，没想到他会前来关心我。他的关心很纯粹，没有一丝居高临下的同情，只有真挚的友谊。叔叔的事情我听江瑶说了，我认识协和医院的一位专家，或许能帮上忙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些积蓄，你先拿去用，虽然不多，但也能应急。顾小北的这份心意，比任何金钱更珍贵。心意我领了，钱都算了，但我有件东西想找个最靠谱的买家，你能帮忙吗？自己瞎闯，多半被坑，甚至可能被有心人盯上。顾小北是本地人，说不定有一些人脉。什么东西？我不懂药材，但这玩意儿绝对是天价之宝。那种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，让我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来。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小北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？王叔，我朋友有样好东西，想请您长眼。
小友，这宝贝哪儿来的？深山老林里采的。王叔是行家，我只求一个公道。但在我这儿走线钱，图个快，我个人做主，100万一口价，现在就收。好，交易。小友，以后再有这样的好东西，可一定要先想着老哥我啊！一定。走，我请你吃饭，以表感谢。这里的茶位费都要几百块。哟，这不是林渊吗？可以啊，林渊，本事见长啊，这么快就傍上富婆了。这位不是顾小北吗？没想到你喜欢精准扶贫啊。江瑶，你弄错了，今天这顿是林渊请我。说实话，要不是他请，我可来不起这种地方。就他兜里有几个钢镚？我跟他谈了3年，我会不知道？是吗？那你怕是真的不知道哦。就在1个小时前，你跟他提分手的时候，他背包里正装着一株灵芝，转手就卖了100万。可惜呀，这泼天的富贵算是被你亲手给推出去了。不可能，他能有100年灵芝？你编故事也编个像样点的。他要有这本事，还会是这副穷酸样？哎呀，林小友，您怎么做大庭了？包间我都已经给您备好了，这外面嘈杂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好啊，你林渊！王总，他不懂事儿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您忙您的。小北，这里有噪音，咱进里面吧，别让王总久等。好的。亲爱的，你干什么？他一个穷鬼找来的演员，你怕成这样？演员？那是季安阁的王申，王老神医的大儿子。我爷爷当年就是王老神医给救回来的，整个江都市谁敢不给他几分面子？我爸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叫声王总。你个蠢货，差点害死我！以后别再联系我了。小北，你们慢用，我还要去见一个客人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那里面是我的贵客，重点招待，记我账上。小北，这个王叔来头不小啊，你怎么认识的？家里长辈认识，以前见过1、2面，不算熟。看不出来你家关系不一般啊，怎么会住在清秀苑那样的小区？其实我家很一般，能住那就不错了。他不愿意动用家里的关系，这次为了帮我联系王硕，恐怕已经破了他自己的原则。林渊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，小北，这次真的谢谢你，我自己能行。依照上次的经验，玉佩的能量需要时间积攒，从灰色到可以穿越的血红色，大概需要12个小时。现在有更重要的事，时间才是现在最宝贵的东西。妈，小月。渊儿，你那40万到底是哪儿来的？哥，你是不是去借高利贷了？我同学说网上那些贷款利滚利会逼死人的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！钱没了可以再挣，你要是出了事，我和你爸还怎么活啊？妈，你放心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机票。如果我借了高利贷，还
还有闲钱坐飞机回来吗？我前几天运气好，跟朋友进山，挖到一株年份很久的灵芝。那灵芝是大补之药，我直接拿去卖了100万，钱的来路绝对干净，你们放心用。爸怎么样了？手术做完了吗？做完了，多亏了你那笔钱，医生马上就安排了，胃切掉了1小半，命是保住了，刚从重症监护转到普通病房了。爸，你别说话，好好休息，钱的事你别管，我已经解决了。只是保住命还不够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父亲完好如初地站起来。他在异界森林里明明能自行恢复颜色，如果在地球上无法恢复能量，穿越就成了绝唱。那天玉佩是放在桌上的，下暴雨，插线板淋雨漏电，房间跳闸，有没有可能在跳闸之前，玉佩因为淋雨导电了？太慢了，充电宝的电压远远不够。富贵险中求。每次穿越时，它都是红色。现在只是试验，不能毫无准备就被传送。灰色能量耗尽，红色启动穿越，那么蓝色仅仅是过渡，还是说另有他用？陈浩，是我，林渊。渊子，你来中州了？对，想请你帮个忙。靠，来中州不早说，快出来，哥们儿请你吃饭。饭下次吃，先帮我买点特别的东西，越快越好。上车，说吧，买什么？这中州城里就没你浩叔我找不到的地方。电棍。老板，要个威力最大的电棍。小伙子，防身用。我要一下就能把野猪电得口吐白沫的那种。这个高压脉冲的，瞬间电压500万伏，别说野猪，大象都得哆嗦。就要这个，再来几个捕兽夹，要最大号的，能夹断腿骨的那种。哥，我叫你哥行了吧？你到底要干嘛去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惹事儿了？没惹事，我是去发财。时间才是现在最宝贵的东西。这一次，我不再是误入森林的待宰羔羊。这一次，我是一个高克的、全副武装的猎人。这是战前最后的补给。下一次睁眼，就是猎杀时刻。阁下是何方高人？为何会我宗门的引雷真诀？道长误会了，我不是什么高人，只是个进山采药的。这是我家传的防身法器，
专门对付这种皮糙肉厚野兽。多谢兄台出手相助，在下赵生。这惊雷棍的威力果然不凡。在这个世界，他在自行吸收灵气充能，不好。林兄，你运气真好，正赶上宗门3年一度的开山收徒，看到没？那就是测灵石。若非大开山门，光是这测试一次，就得花3块下品灵石呢。下一位张铁牛，把手放上来，5灵根下去。王小花，木土火3灵根，灵根值40，堪入外门。红色，强制传送开始倒计时，最多2个小时，我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消失。赵兄，这测灵曼大概要排多久？在下有些内急。哈哈，这有何难？林兄，你稍等，我带你到前面去。接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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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过！宗门有事儿，麻烦让让。赵师弟，你又想做什么？不知道规矩吗？贼眉杀前面灯光不断，压缩守门，贼眉拒不上。李师兄，尝尝我这朋友家传的百味乾元饼，味道一绝，顶饿。看什么看？这位是赵师兄的朋友，有要事相商，你们继续排队。下一位，林渊，金、火、土3灵根，灵根值60，可入外门。赵兄，我这灵根是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倒是没有，灵根值60，在3灵根里算是上等了。要是换成双灵根，你这资质，妥妥的能进内门，前途无量啊！唉，问题就出在这3灵根上，灵根越多，需要的修炼资源就越多，而且不同属性的灵力在体内还可能互相掣阻，导致你突破瓶颈的难度比双灵根甚至单灵根的修士大得多。不过林兄你也别灰心，灵根也熬过来了，我也是努力灵根多做宗门任务换取武师，将来未必没有筑基的希望。赵兄入门多少年了？我是3年前上次宗门开山门时进来的。3年。走走走，林兄，我带你直接去外食堂办理入门手续，顺便领取这个月的月俸。可是有1块下品灵石，3颗聚气散呢，还有宗门发的道袍、身份令牌和1本青阳心法，这可是咱们青阳宗的立宗之本。赵师兄，从这里到外食堂还要走多久？咱们外门弟子住的地方大着呢，绕过去到外食堂，快点走的话，大概要1个时辰吧。赵师兄，我怕是吃坏肚子了，肚子疼得厉害，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前面就是我的住处，你且去我那儿方便吧。林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林师弟，再不出来，外食堂可要关门了。坏了，林师弟跑了，难不成他是混入宗门的奸细？这要是被外食堂发现，我不是得负连带责任？这罪名足以让我被废掉修为，逐出山门。红色，我一直以为红色是穿越的标志，但今天，红色在地球上经常代表着警械、警报。这玉佩极有可能是在能量过载的情况下触发了某种保护机制，才将我强制传送。也就是说，之前的每一次穿越，都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下进行。那么正常的穿越状态是什么？是那个我一直以为只是过渡阶段的蓝色。
极有可能就是稳定、安全、可控的主动传送状态。只是我缺少一把打开这扇门的钥匙。或许等我有了修为，有了那所谓的灵力，就能解开这个秘密。我没事吗？爸怎么样了？你爸还好，医生今天来查房，说你爸的命是保住了，可胃切了那么多，元气大伤，以后得靠营养液吊着，最多5到10年。会好的，现在医学发达，5到10年不够。完了！这林师弟莫不是其他宗门的奸细？这下我要被连累死了！你刚才……赵师兄，这茅房味道也太冲了。刚才我一不小心激发了这衣服的防护功能，听祖辈说，这东西在危急关头能让人隐去身形，藏匿气息。我从来没试过，谁知道刚刚不知怎么就触发了，我又不会解除，在里面憋了半天。唉，这玩意儿激发一次就废了，以后再遇到危险，可就没这保命的手段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可惜了你这件宝衣。不过林师弟，你也别担心，等咱们修了仙，有了修为，这些外物都是小道。时间不早了，林师弟，咱们赶紧去外食堂，别迟到了。好，听师兄的。就是他，身上还有好东西。陈师兄，错不了，我亲眼看他拿出的乾元饼，绝对是外界的精良。这小子身上肯定还有。新来的，把你身上那些有趣的玩意儿都交出来，以后在这外门，我陈天平罩着你。刚入仙门就收保护费，修仙界果然直接。陈师兄息怒，林师弟是新三来的，不懂规矩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林师弟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你的乾元饼拿出来孝敬陈师兄！拳头要握在有力量的时候。陈师兄，一点心意。算你识相。赵师兄，这人是谁？陈天平，炼气5层，这外门的天塌哥是内门精英陈天放，你千万别得罪他。陈天平，今天你辱我，来日我必让你连本带利奉还。师兄，宗门不发储物袋吗？发呀，可得等你成功引气入体，踏入炼气1层。没灵力，给你也打不开。林师弟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住处了。外门之内，人人都在争，你以后领月俸一定要多加小心，财不露白。否则被其他师兄盯上了，下场比今天还惨。陈天平收了好处，说罩着我是空话，罩着你是他本人不找你麻烦，可他手下那帮人，在这修仙界没实力就没道理。爸的命，玉佩的倒计时，陈天平的压迫，我等不了。忍住，引导他。灵犀之境，时间不多了。你能看到灵气了？这才一晚上。是，五彩斑斓的。天哪，真是灵犀之境！等等，你是不是服了聚气散？服了。糊涂啊，林师弟！引气入体需要海量灵气，你把保命的药用了，下个月月俸没发，你拿什么冲关？太浪费了！你当初引气入体用了多久？4个月。师兄，这些东西能换到灵石或聚气散吗？灵石没人换，但聚气散对炼气3层以上的师兄已经没用了，或许能行。麻烦师兄帮我卖了，
换来的药，你我均分。这怎么行？师兄，咱们都是3灵根，你想一辈子被踩在脚下吗？好，但这事儿得给陈天平一份孝敬，剩下的我分一半，你拿一半。好，按师兄说的办。回。赵师兄，老规矩，我闭关，争取引气入体。放心，这包乾元饼包在我身上。再快一点！换了20颗，给陈天平送了7颗，我留3颗，这是你的10颗。进丹田。混沌，主动启动，穿越。我命由我了，林师弟，你都7天没动静了。你引气入体了，侥幸。走吧，赵师兄，领储物带去。什么事？李师兄，林师弟他引气入体了，特来登记领取奖励。姓名林渊，入门8日，引气1层。你确定？哼，原来是拿30多颗聚气散硬堆出来的，拿去吧。神奇哟，这不是林师弟吗？既然入了炼气期，该交指点费了，每个月1块下品灵石。识相点儿！陈师兄，灵石我急用，这乾元饼管够，我给您100包。凡人吃屎早腻了，你当我是乞丐？拿灵石来！哼，算你识相。走，赶紧把剩下的2块灵石用了，否则其他人会来挑战你。明抢？不是演武台，只要高你1-2个小境界，他们就能开车轮战赢走你所有彩头。宗门不管这种挑战。赵师兄，这乾元饼是不是不好卖了？大家吃个新鲜，终究还是要靠灵气。现在确实没人问了。带我去访视。现在压缩饼干到头了，我需要一种让修士无法拒绝的硬通货。这是宗门内部访视，丹气符阵样样都有。林师弟那边还能摆摊儿，先看哪儿？先看丹药铺。师兄，请问有没有能治凡人顽疾、补充生机的丹药？哼，凡人。生机丹10块下品灵石1颗。10块？我全身才2块，那能让受损的脏器长回来吗？比如胃被切掉了一半，长回来，筑基期前辈施展回春术，或者用一张2阶回春符呗。回春符要多少灵石？100块，还得是有价无市。小师弟，没灵石，在修真界寸步难行。这株多少钱？1块灵石，但这青玉草药性狂躁，凡人需不受补。那有没有灵芝人参之类的凡物？你要的话，1块灵石2株。我要了。买这个干什么？对修炼没用。我给家里人用。压缩饼干到头了，我需要一种让修士无法拒绝的硬通货。特种钢，精密切床，现代工业设计，只要找到切入点，
就是降维打击。快走！这种非要腥膻苦涩，谁吃谁倒霉。新生、腥、膻，在地球的复合调味料面前，这算什么？坏了，是另一伙指点费的！快跑！你那灵石被盯上了。又来！不行，你法术武技都没学，上去就是送菜，先忍忍。忍，可以，但10年太久，我只争朝夕。师弟，想通了，全包2块灵石，够意思吧？哎，价钱好商量。腥气重，肉质麻，买回去可能还得扔。1块灵石，不能再少了。师弟敞亮，我叫王大力，以后有好货还找你。听说发灵石了，指点费该交了吧？真不巧，灵石刚花光了。这是钱元饼，2位师兄尝个鲜。算你识相。下个月陈天平那边我不管，但必须有1块是我们的。待了18小时还是蓝色，修为提升，玉佩上限也高了。这，你从哪儿弄到的？托朋友弄的。我爸能吃吗？药力太猛，只能切片冲泡。林渊，这剩下的1半，你卖吗？我恩师在 ICU 吊着命，这是救命的东西，50万行不行？可以，但请张医生保密。我用职业生涯担保。这不是乱花钱，是救命的药。喂，林渊，是我，顾小北。给，50年连的。林渊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？我不想收他们的钱，我想让他们直接把钱给你。他们是谁？顾家，我那个不被承认的身份。当年顾家联姻，他抛弃了我妈。但我欠他一份救命的人情，我得还。王老神医那次，走吧。顾小北，这就是你找来的救兵，看着穷酸样来讹钱的吧？小北，王老神医说了，爷爷得要100年的身亡，你这50年的。林小友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看在小北面子上，拿去试试。50年的破烂，你是想送我爷爷早点上路吗？这哪是50年？顾总，看这纹路，这活性，这东西生长的环境绝对是传说中的洞天福地，比100年身亡强10倍。王老哥，真能救我父亲，延寿3-5年绝不是问题。放拍卖会起码200万起。林先生，这参我买了300万。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卖身，看在小北的面子上，我才拿出来200万，按市场价。林小友，还有此等宝药吗？那一个很宝贝的。可遇不可求。这是云顶轩的至尊黑卡，以后吃饭方便一些。佩服阿姨，也佩服你。小北，我有一批特殊的野兽肉，营养极高，但处理极难，我想请你帮我打理加工销售。好，我帮你。不过要做顶级美食，我们需要顶级厨师。你说，请这里的后厨总管帮我们参详参详，怎么样？厨师的事或许不用那么麻烦。
先生，您有任何吩咐？叫你们总厨过来，我带了点食材，想请他瞧瞧。外来食材？好的，先生，我马上去请刘总厨。您和这位小姐稍等。直接叫总厨，他会来吗？听说他脾气很怪的。想办成事儿，就得找能拍板的人。听说有贵客找我，刘师傅，久仰，想请您帮个忙。帮忙？我只做菜。我有些特殊的食材，想请刘师傅研究一下烹饪方法，做出最顶级的美味。钱不是问题。贵客，云鼎轩不处理外来食材，这是规矩。规矩是死的，东西是活的。刘师傅不妨先看看东西，看完之后您还不愿意，我扭头就走，绝不纠缠。这里不方便，找个干净的操作间。贵客，刘总厨，这边请。这味道腥淡不腐，膻却不臊，带着一股蛮荒的楚食气，怪，太怪了。好东西，这只是其中一种。这是蛇肉，肉质带麻；这是蛙腿，极嫩，但腥味重点。好家伙，林先生，这些食材我接了。给我3天，不2天，我保证给您做出最完美的方案。那就拜托刘师傅了，后续的事情你随时联系他。对了，刘师傅，提醒您一句，这些肉能量很足，试菜的时候悠着点儿，不然虚不受补。多谢林先生提醒，我心里有数。从百年灵芝到极品人参，再到今天这些闻所未闻的特殊食材，你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秘密之所以是秘密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妈，什么？有人堵门？妈，别怕，我马上就来。小北，他们要砸门了，你快报警，千万别回来。林渊，我妈她……别慌，结账。去清秀苑小区，能开多快开多快，剩下的不用找了。怎么办？林渊，他们是高利贷，我妈怎么会去借高利贷？苏曼君性子刚烈，宁可累垮也绝不接受顾明远接济。这样的人不可能碰高利贷，唯一的可能，这是个局。小北，到了以后，你立刻去小区门口那家便利店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如果我10分钟没回来，或者没给你打电话，你马上报警，明白吗？妈的，给老子使劲儿！今天不把这门砸开，谁也别想走！几位，大半夜的，挺有精神啊。你他妈谁呀？活腻歪了想管闲事儿？这家的户主是我朋友，你们这样影响别人休息了。休息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等我们要回钱，就让他好好休息。欠多少？不多，连本带利50万。空口无凭，证据呢？行，我刚报了警，警察快到了，你们有什么话跟他们说吧。小子，你敢耍我们，干他！就这点力气。操，练家子，一起上！大哥，别杀我，饶命啊！警察都别动！
性质太恶劣了，都跟我们回所里一趟。从视频证据和你陈述看，完全属于正当防卫，甚至可以说是见义勇为。行了，小张，这里我接手，你出去。张哥，我已经问完了，事实很清楚，是正当防卫。你个新来的懂什么？出去！行啊，小子，挺能打，为什么下重手？扯什么没用的？手机拿来！看来讲道理行不通了。按照规定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打一个电话？打，随便打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叫来谁撑腰。喂，林小友。王叔，是我。这边出了点小意外，约好的一株宝药没时间去取了。怎么回事？在江都我还有几分薄面。没啥大事，小北妈妈被堵门，我正当防卫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到。对了，王叔，小北不想让顾家知道。明白，我懂。找老板求救啊？装得挺像。今天你就算把天王老子叫来都没用。林先生，天大的误会，是我治下不严，向您郑重道歉。王叔，今天这个人情我记下了，7天之内一定把宝药带回来。林小友太客气了，举手之劳，你和小北没事就好。阿姨，小北，我们先回去。那个叫李翠翠的，恐怕只是个被人推出来的棋子。怎么说？我的证据足够清晰，但有人想把我扣下。对方能量不小，一个普通女工没这个本事。我真是瞎了眼。可他人已经找不到了。林渊，食品加工厂的事，我明天就去找地方。厂房不急，先找个干净、隐蔽的小作坊，能处理食材就行。关键看刘师傅那边能把那些肉研究出什么名堂。万一云鼎轩不同意合作呢？只要东西够好，他们会比我们更急。独家食材足以打造天价菜，他们没理由拒绝。遇上真正的高手，破绽百出，我必须掌握杀伐手段。法术。这么多人，那当然，慕云溪师姐可是我们所有外门弟子的梦中情人，极品天灵根，内门核心第一人。要是能被慕师姐看上，哪怕指点一句，我做梦都能叫醒，给兄弟走一肉蛋了。怎么样，林师弟，我没骗你吧？术法之微，根源有3。其一，经脉。经脉如河道，灵力如江水，需长久打磨。其二，灵力纯度。为何单灵根修士术法冠绝同阶？因其属性单一，纯度最高。其三，灵力品质。功法幼劣，打磨勤勉，皆成品质差异。三者是底蕴。金刺术与冰刺术本质相同，我的症结就在纯度。天生3灵根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偏偏火又克金，灵力驳杂。既然混在一起不纯，那像地球的火锅一样，在丹田弄个鸳鸯锅，3味锅隔开，能不能行？
灵根是吸，不是抓，得用磁场。虽然脸色因剧痛耗耗损而略显苍白，但那眉宇中盘旋的玉气已一扫而空。成了，不仅纯粹，运转心法时，新生的灵力竟也会自动归嘴，修炼速度还提升了1成。不好，停下！糟了，玩大了！炼气1层瞬发堪比炼气3层的火球，更可怕的是，常理需消耗3到5缕灵力，他竟只用了1缕，这违背了术法法则，而且收放竟如此精妙，这个弟子绝不简单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牧师姐姐讲法时捣乱博关注，8成是偷偷藏了什么一次性法器出风头，卑鄙，等着被赶出宗门吧，蠢货！幸好他们以为我是哗众取宠，这些恶毒的猜测反而是最好的掩护。他记住我了。林师弟，你刚什么情况？吓死我了！听师姐讲道有感悟，没控制住手痒。胆子太大了。不过，你那火球威力不对劲，而且消耗的灵力也太少了，我炼气2层都做不到，别是藏了什么宝贝吧？哪有宝贝，就是平时多练，加上刚才开窍了。赵师兄眼力有限，猜不到核心。3旋分离，让消耗降到最低，威力拉到极致，这简直是修真界的核聚变。一路分心维持丹田3分状态，极耗心神。大脑发胀，就像一边走路，一边在大脑里玩精密的分豆子游戏。不过，只要习惯了，这种一心多用中极致极精密的3角陀螺炉，终会成为本能。哼！金刺术，灵力纯度提升，果然是质变。小北，林渊，我找到地方了，3个备选都在小区附近，你来看看。不用看了，你最喜欢哪个就定哪个。这还是你来拍板吧，我只给建议。不，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，我信你。你可真是甩手掌柜，那我就选我最满意的了。林渊，不死心啊，跟踪我到这儿来了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跟踪你？还装找顾小北那种货色演戏气我，想让我回心转意，死了这条心吧。你太高看自己了。哼，顾小北不就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吗？连顾家门都进不去的东西，王坤给你面子是看顾家，你算个什么？嘴巴放干净点儿，你敢说小北1个字，我就再抽你1次。疯子，打女人算什么男人？我男朋友黄小亮不会放过你的。黄氏集团换得挺快。黄少给我投资开公司，黄氏随便漏点业务都够给我赚翻。你这种缩在出租屋的穷鬼，永远想象不到。开公司，不好意思，正巧，我也是。你除了穷还会吹牛，林渊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林渊，林总，办公室准备好了，我带您和顾总上去。
走吧。装，肯定是租了个最小的，租个破房子就成有钱人了。150平，全景落地窗，朝向这一带最好。我的地方不欢迎苍蝇和垃圾。李经理，关门。好嘞。签合同吧，小北，你去办手续，这里以后你全权负责。好。搞定了，来尝尝核心产品。这是什么米？怎么这么难熟？好东西需要耐心。太神奇了，和那人参来自同一个地方。背后牵扯大人物，我们要低调。喂，刘总厨。鼻血，什么情况？鼻血？都让开！清阳心法。林先生，补过头了，能量乱窜，下次注意。林先生神技，我明明记得您提醒过，可这肉味道实在太好，没忍住多吃了点儿。感觉怎么样？美味，吃下去感觉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。成了，龙火爆鳄肉。太好吃了。大家都尝尝，每人1-2块，不贪多有好处。这种神物，您打算怎么合作？刘早厨帮我研发3种肉，每种5道菜，包括完整的异味处理流程，研发费30万。老刘是我们的灵魂，秘方不外传。云老板误会了，我不开餐厅，我走的是特供渠道，服务一些不便露面的大人物。原来如此，那这肉能不能匀给我们一点？可以，每斤1000块，产量有限，每周最多10斤，而且你们必须上限量天价菜。10斤哪够塞牙缝？能量太霸道，吃多了要命，真出事你担不起。是，按您说的，这是4万定金。林先生爽快，这套还有那个便携燃气灶都要了。小北，启动肉脯加工厂收购，找有资质的小厂建我们自己的流水线。好，马上办。地球侧打通，该去修仙界原始积累了。赵师兄，弄了点吃食，想拿到广场卖，明天帮我。你会做饭？这什么？我的天，林师弟，这比宗门味仙居的菜还强100倍！味仙居最大的酒楼，一盘普通妖兽肉都要10零食起。那咱们这饭定2块零食。不好！赵师兄，你这是突破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林师弟，你可真是我的大福星啊！1年8个月，困了我整整1年的瓶颈。昨晚那顿饭，咔嚓一下破了。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熬的？没丹药没零食，赚点灵骨都舍不得吃。厚积薄发，师兄以后只会更强。正事要紧，今天必须把这神仙饭卖出去。秘制妖兽肉，2块零食吃1份饭，疯了吧？味仙君的灵菜也就这价格。这肉是什么妖兽的？铁背鳄。
呸！废肉，又老又腥，狗都不吃。你想零食想疯了？这也太好吃了吧！装的吧？垃圾肉能这么香？免费试吃，先到先得。我的，给我留一块，别急！给我来一份，快！这是2块零食。明日午时继续。师弟赚了12块。哟，林师弟，生意不错嘛，前来挑衅。没点眼力劲儿！陈师兄大驾光临，还不把火龙豹鹅肉拿一份出来孝敬？陈师兄，今天的10份全卖完了，真没有了。卖完了正好，拿钱抵。今天收的零食分一半孝敬陈师兄，陈师兄罩着你们，别不懂规矩。陈师兄交了摊位费和抽柜，再拿一半真不剩了。林师弟买肉买米都要成本的。我交了摊位费和抽成，受青阳宗规矩保护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需要陈师兄来罩着了。难不成青阳宗外门是交保护费的龙潭夜穴，做小本生意都不安全？我可没这么说，我是来见识美味，顺便提点新人。在下吴勇，练气3层，向林师弟讨教，上演舞台堂堂正正斗一场。我练气1层，宗门规定，以上7下我有权拒绝。规定有补充，若双方有私仇，宗门鼓励上擂台了连，此挑战不得拒绝。你我素不相识，何来私仇？你是不认识我，但我们2家3代血仇。你曾祖夫妇害死我太爷爷，今日我要为太爷爷报仇。我一个根正没锋的地球人，这借口找的真是清新脱俗。不敢应战，想当缩头乌龟，我马上就去执事亭发起挑战。3日之后5时，外门演舞台，不敢来，你就是个连祖宗恩怨都不敢面对的孬种。好，我答应你，3日之后演舞台，定这3代恩仇。吴勇上次把对手打断3根龟骨，这小子死定了。诸位，明日午时，小摊照旧，火龙豹鹅肉盖浇饭继续卖。师兄，我们走。师弟，你怎么就答应了？师弟，你怎么就答应了？一旦被打成重伤，这辈子道途就毁了。如果什么都依着他们，我们永远在泥潭里打滚，何时能出头？放心，我有准备。赵师兄，擂台比斗能用法器吗？可以，但不能超过自身境界，只能用1阶法器。不能超过1阶，那我还可以给他来点惊喜。使不得，我就是帮着吆喝。拿着，没有你，我连摊位费都交不起。以后后赚的，都这么分。林师弟，你用我的肉做出绝世美味，传遍外门了。王师兄，处理那肉费了9牛2虎之力，光调料就倒贴不少，赚个辛苦钱。以后有肉，还望师兄帮我引荐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聚气丹，3灵石1颗，加上我的纯度，3天足以让灵力翻番。50年高山雪莲，1块灵石1株。终究只是凡药，3株，一共1块灵石。2块，不能再少。昨天大人物反响很好，这次做50份。小北，让厨师做好50份，以后我每天晚上6点来取，记住，必须是1小时内刚出锅的。林小友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王叔，钱收到了。王叔，我想要比这个威力更大的。林小友，这可不是玩具，有是有，你要这干嘛？我经常要去深山老林采药。
威力更大的，那就不是防身了。林小友，你告诉叔，你要那东西是准备杀人吗？王叔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山里野猪豹子多，有这东西壮胆。再者，国外采药总有些亡命徒见财起意，我不想惹事儿，但也得防着别人宰。老地方，给我送个大家伙过来，要1000万符，实打实的那种。大老板，按新菜谱做了2款龙火爆鳄肉，还有这个新出的碧鳞岩爆溃。标准很好，辛苦了。以后每天50份，我晚上6点来拿。放心吧，大老板。炼气一层中断，气旋壮大了一圈。赵师兄，离午时还有2个时辰呢，早点去站正中间的位置，让大伙都看看。去早了人没饿，香味就没诱惑力，就要等大伙肚子咕咕叫时，咱们带着滚烫的饭闪亮登场。来了，林师弟来了！林师弟，给我留1份。我等了1个时辰了，我要3份，讲个先后到。师弟，你可算来了！多谢诸位师兄师姐。今日50份，2种口味，老规矩，2块零食1份，每人限狗2份。多谢林师兄。这100块下品零食，扣掉税竟赚90块零食，这小子真能赚。等上了演武台，我把他的骨头一根根敲碎。别急着弄死，打成半残，废了修为掌控在手里，他就是个会下金蛋的鸡，以后少不了我们的零食。小子，洗干净脖子等着。上了擂台，我会先敲碎你的4肢，再废了你的丹田，让你这辈子只能像条狗一样在地上爬。你的废话真多。你林师弟果然有胆色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玩大一点。明日的决斗，我们开个盘口，加点赌注，如何？林师弟的生意做得这么红热，想必那道龙火爆鳄肉的配方值一些零食。师兄，这不合规矩吧？配方是咱们的命根子，不能赌啊，师弟。我的配方凭什么？就凭吴师弟给你上的是恩仇台，刀剑无眼。你若是在台上被打个半身不遂，修为尽废，这配方留着还有何用？不如拿出来赌一把，万一你侥幸赢了呢？我拿出养虎口的根本，你们呢？拿出什么来跟我赌？总不能空手破烂，也配跟林师弟日进亲的独家配方相提并论。我来做主，我这里有一本功法，藏经阁里功法成百上千，我若想要，自己用贡献点去换便是，用得着你在这里装大方。这本藏经阁可没有，此乃我表哥内门天骄天放在一方古修士洞府中所得，名为雷神诀。什么雷神诀？就是传闻中陈天放师兄得到的上古雷法。我靠，真的假的？那可是能引雷淬体的功法，对雷灵根来说是至宝啊。这功法有何用处？能引天地雷电淬炼神魂，对雷灵根修士而言是无上宝典。长期修炼，神魂远比同阶坚韧数倍，施展术法更是如臂使指，威力大增。雷电、电能，地球上那取之不竭的电能，不就是微缩版的雷电吗？我的混沌玉佩需要靠电能才能穿梭2界。如果这雷神诀真的能让我利用电能来修炼，那这功法对我而言价值将无可估量。可我并非雷灵根，要这东西何用？有没有用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你这是拿一本对我毫无用处的鸡肋来换我日进自己的事儿，但这本功法的价值绝对不比你的配方低。怎么，你不敢赌？赌啊，怕什么？万一赢了就赚大了。就是，男人不能说不行。好，我赌了。只记录配料的种类和分量，火候与步骤，我自己留着。师弟，你疯了？你怎么就答应了？那可是炼气3层，你怎么打得过这下连生意都要赔进去了？咱们辛辛苦苦赚的零食还没捂热就要打水漂了。师兄放心，这2天我自有安排。灵力已满意到极致，粘稠如浆，但我不能突破。师姐慕云溪曾说，根基最重，仓促突破，根基不牢，后患无穷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旦我突破到炼气2层，陈天平完全可以更换对手，派一个炼气4层的修士上场，那才是真正的绝境。来了，快看，是吴勇师兄！炼气3层，一身肌肉跟铁打的一样。
听说他的惊天剑法已经小成了，对付一个炼气1层的新人，不是手到擒来？这还用比吗？那个林渊怎么还没来？不会是临阵脱逃，直接跑路了吧？我看悬，炼气1层打3层，这不是茅房里点灯找死吗？可惜了那盖浇饭，以后怕是吃不到了。谁说不是呢？那味道绝了！我昨天吃了2份，感觉瓶颈都松动了一丝。要是以后换陈天平他们的人来卖，肯定又贵又难吃。你们说他会不会真把配方给输了？那可是下金蛋的鸡呀！5时已到，林渊何在？怎么着？当了缩头乌龟不敢来了？要是怕了，现在跪下磕3个响头，交出配方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一条狗命。谁说我不敢来？愤怒没有恐惧，甚至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。你来这么晚，是存心看不起我们所有人吗？不，我是看不起你，你不值得我为你浪费时间。诸位师兄师姐，师弟林渊每天都要为各位准备50份盖浇饭，这是我的承诺，也是我的本分。怎么能因为今天要教训一条乱吠的狗，而耽误大家对美食的期望呢？擂台比斗，宗门规矩又不限定开始时间。现在50份新鲜出炉的盖浇饭已经备好，预购者请至赵生师兄处购买。我的天，这哥们是真厉害还是假厉害啊？这心态，管他呢，先抢了再说，没准真是最后一顿了。吃一顿少一顿啊！开胜，赵师弟，给我来2份，2种口味都要。老子昨天就馋得睡不着觉。你别急，我先来的。零食给你。妈的，谁踩我脚了？别急，都有。感谢大家支持，现在可以开始了。规矩都清楚，不得使用2阶及以上的法器、阵法、灵符、丹药，点到为止。一方认输或失去战斗能力，比动上前，屡属于林渊。先把配方拿出来，免得你待会儿被打成死狗。那你们的功法呢？是雷神诀真本，没有问题。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，微不魂魄的小事。真是迫不及待的扫入，怎么只有配料没有步骤？林渊，你敢耍我？如何确认这是真的？双方以道心起誓。炼气1层的废物。哼。有点古怪，这小子没有即将战败的恐惧，只有尽算猎人力量与距离的绝对冷静。他怎么挡住的？炼气1层灵力这么凝实？是啊，换做别人，剑早就脱手了。硬拼灵力是找死，唯一的胜机就在于出其不意。找死！竟敢用反铁对抗我的法剑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冷、更深的墨。就这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，原来就是根破棍子。林渊，你的底牌呢？终究还是低估了灌注灵力的法器。这电棍没有任何防御加持，只能出其不意，硬碰硬就是找死。想试试500万伏的威力，看来是没指望了。剑王中可见你的眼睛，已褪去了方才的汗恼与平入，沿着手臂一路向下，只剩下一片冰冷达到极致的决绝。这小子的灵力怎么回事？仿佛用不完一样，极为凝实锐利，每次对撞都像是砍在坚韧的荆棘上。不可能，他不过炼气1层，灵力总量远不如我，怎么能撑到现在？那金光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你们看林师弟的手全是血，他居然还在硬撑，太顽强了。而且你们发现没，他的灵力极其凝实，换做任何一个炼气1层，恐怕灵力早就耗尽，剑都被震飞800回了。可惜，差距还是太大了。被破防只是时间问题。哎，真是条汉子！给我拜！
这一击对修士坚韧的肉身而言并不致命，但足够了。一根壁前劈出水仙，这个时候凝视风蚀的金晶剑。发生了什么？到白过，吴勇师兄就倒了。那是什么法器？太快了，根本没看清。你们注意到林师弟最后的金丝术了吗？那威力恐怕都快赶上炼气3层了，太可怕了。林渊，上！他作弊，他使用了超越2阶的法器，那绝对是2阶雷属性法器。裁判是说，此人违规。这是何物？结构如此古怪精巧，竟能瞬间释放出堪比1阶顶峰雷符的力量，内部却没有一丝灵气波动。凡间何时有了这？此物并非法器，林渊，胜！太猛了！炼气1层跨2阶，战胜炼气3层，这位林师弟是真正的天才啊！能够越阶对战的不是没见过，可没见过赢得这么干脆利落的。那一下简直是秒杀！林师弟虽然赢了，但也把陈天平得罪死了。是啊，你们别忘了，陈天平还没出手呢，他可是炼气5层啊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刚出虎口，又入狼窝啊！不是灵力，却能引动天地间的雷属气息，凡间之物。这林渊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林师弟，林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脱力了。师弟，你赢了，你真的赢了！炼气1层打3层，我的天！可是林师弟，你虽然赢了吴勇，可陈天平那家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怕什么？他还能吃了我不成？我能不愁吗？吴勇只是个走狗，陈天平才是正主。他可是炼气5层，这次丢了这么大的面，还赔了本雷神诀，他非得扒了你的皮不可。别担心，宗门之内除了演武台，他还有什么法子能光明正当的欺压我？总不能无缘无故就在路上把我打一顿吧？那执事堂可不是吃素的。这倒也是。天道惶惶，神霄隐茫，子府凝真，魂化雷障。修士的根本在于神魂，肉身可毁，上层夺舍，神魂一灭，便是真正的万事皆空。神魂是脆弱的东西，一旦受伤，更是极难祈福。而这雷神诀竟是一部专门淬炼神魂的奇功。功法有2个重点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必须引动真正的雷霆之力才能修炼，没有雷霆，后面的一切都是空胆。第二，才是功法本身的法诀，法诀本身倒不算晦涩。雷霆，地球上不就有取之不尽用之劫的雷霆吗？220伏电疗电，虽然电不死如今身为修士的我，但那滋味绝对不好受。爆伤出无与伦比，有用。虽然电流很微弱，但就在刚刚那一瞬间，一股极其向微却带着晃晃天威的清凉能量顺着电流钻进了我的脑海，神魂产生了一丝难以言喻的舒适感，仿佛9号的禾苗的狂喜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专苗得到了一滴甘霖。这种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褪去了一层看不见的尘埃，变得更加清晰，更加真实，思维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敏锐。脑中那些晦涩的法诀内容竟在不知不觉间通透了许多。神魂真的在变强啊！怎么回事？我并没有给玉佩充电，它怎么会变红？按照之前的经验，红色是能量过淡的警告。对了，玉佩一直带在身上，刚才我用电流淬炼神魂，这玉佩不也跟着一起过电了吗？它能吸收我主动输入的电能，难道也能吸收这种被动流经身体的电流？既然它能吸收电能，那能不能把储存的能量再放出来？玉佩的容量是随着修为提升而增长的，最初只能在修真界坚持12小时，进入炼气1层后翻倍到了24小时，而且穿越后的状态也从代表能量耗尽的灰色变成代表尚有余的绿色，这证明玉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可成长的能量池。既然它能储存能量，那自己是否也能从中汲取能量？难道不行？这些能量只能用于穿梭2界。
何等精纯的灵气，根本不是单一的灵气，而是由火、土、金3种属性高度压缩、完美融合而成的复合能量流。每一秒都像是在被钢刷刮过经脉，可随之而来的是修为肉眼可知见的暴涨。那缕复合能量被炼化后，自动分离，精准地汇入丹田内对应的3色气旋中。用神魂之力强行牵引玉佩能量，对我的消耗实在太大了。正常吐纳灵气像呼吸是一种本能，而利用用之力从玉佩中拽取能量，则像是一场角力，对心神的消耗是正常修炼的数倍。玉佩的能量层次极高，所以才如此难以吸收。这个问题恐怕只能等以后在宗门藏经阁寻找答案了。林渊，你是不是忘了来取今天的盖饭呀？我有点事耽误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小北，你怎么还在？我就担心你万一有事没来，饭菜放在这里会坏掉，所以我下开看看。辛苦了，以后不用特意等我。没事，反正我家离得也不远。我来吧，你早点回去休息。我帮你一起拿下去吧。不用不用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我约了人，他马上就过来取货。那我先走了。小北，林渊，你不是等客户来取货吗？怎么这么快？说来也巧，没多一会儿他就到了，交接完我就下来了。哦，要不一起吃个饭？去哪里？回江都大学看看，怎么样？好啊。你好像很久没这么放松了。是啊，最近发生的事太多了。江瑶的美是带刺的玫瑰，热烈张扬，而顾小北的美却像空谷幽兰，安静的绽放，清雅脱俗。以前自己的眼睛是被什么蒙蔽了？小北，上大学那会儿，要是先认识你就好了。其实，我比江瑶更早认识你。你早就认识我？你还记不记得，大2那年冬天，在学校西门，你扶了一个摔倒的老人。我记得我扶他起来，他反过来说是我撞的，拉着我不让走，非要我赔钱。后来有2个女生站出来为我作证，说他们看得清清楚楚，是老人自己滑倒的，其中一个是江瑶。因为他们作证，围观的人才开始帮我说话，最后事情才了了。那个戴着口罩的女孩，就是我。是你？是。当初你戴着口罩，我都没看清你长什么样。那时候我妈妈生病住院，我每天学校医院2头跑，怕身上有味道，也怕交叉感染，所以一直戴着口罩。一开始江瑶还拉着我，小声说别多管闲事，免得惹麻烦。后来呢？后来江瑶就开始主动接近你，而那段时间我妈妈的病到了关键期，等我妈妈病情稳定下来，江瑶开心地告诉我你们已经在一起了。我只能祝福你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江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还跟别的系的几个男生不清不楚的。我劝过他好次，让他好好对你，你是个好人。他怎么说？他怪我多管闲事，让我别操心他的事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仗义直言，现在才知道那件事真正该感谢的人是你。他能为了接近我而假装仗义，那后来为了钱离开我，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。小北，谢谢你，我以前太瞎了。都过去了。原来我们才是一类人。
你看，那就是新图书馆的工地。大4实习的时候就听说停工了，没想到现在还没建好。何止是没建好，前段时间复工了，结果没几天又停了。又停了？怎么回事？听说是又闹鬼了。闹鬼？怎么个闹法？我也不知道，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管你是什么东西，一发火球术解决不了。去。赵师兄，你听说过鬼这种东西吗？鬼？凡人说的那种？那应该是叫阴魂吧？对，在凡俗界的时候老听说，修仙之后就再也没听过了。这事儿你得问那些经常去凡俗界做任务的师兄。你认识吗？师弟，我以前才炼气2层，哪有机会认识那样的师兄啊？林师弟，今天生意怎么样？又来买丹药了？托师兄的福，生意还行。来2瓶聚气丹，再来3颗生机丹。好嘞。师弟，你现在可是外门的大红人，日进斗金，以后可得多照顾师兄的生意啊！一定一定。对了，刘师兄，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你说，你知道阴魂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宗门任务里碰到了？差不多吧。这玩意儿可不好惹，你去前面那家福禄店问问，那家的张师兄以前专门干这个的，手段多着呢。多谢师兄指点。买什么符？张师兄，我想请教一下关于阴魂的事。阴魂？你碰到了？在一处凡人的地方，有些怪事。哦，凡俗之地灵气稀薄，极难诞生阴魂，有点意思。具体说说，什么情况？夜里，据说是夜里经常有哭声，有人进去看过，说有一股灰黑色的雾气，能把照明的火焰直接掐灭。还有人说，感觉有东西在背后吹冷气，但一转身什么都没有。用火球轰了一下，没打中。能主动攻击，还能湮灭引火诀，那就不单单是阴魂了，恐怕已经生出了一丝灵智，成了煞魂，有点棘手。煞魂？
阴魂属阴，火焰属阳，阴盛则阳衰，阳盛则阴衰。你那引火诀的阳气太弱，在那地方被阴气压制了，自然就灭了。至于你看不见它也正常，修为太低，肉眼凡胎。这东西寻常地方不易产生，一旦出现，要么是那地方死过很多人，怨气冲天。那师兄有什么办法能看见他们呢？天眼符，一阶中品，催发后贴于眉心，1个时辰内可破虚晃，见鬼神。这符怎么卖？5块下品灵石，我要1张。看你修为不高，也别太担心。刚形成的煞魂实力有限，顶多相当于炼气1、2层的修士。张师兄，这种符箓在凡俗界那种没有灵气的地方用起来会不会有问题？问到点子上了。我们修士用的灵符分2种，一种是引气符，需要引动天地灵气才能发挥威力，在凡俗界用效果大打折扣，基本是废物。那另一种呢？另一种叫瞬发符，就像这种，制符师在绘制时就将灵力封存在符内，用的是自带的能量，不依赖外界。缺点就是贵，而且是一次性的，但对你来说，这才是最适合在凡俗界用的东西。张师兄，这些瞬发符，我每种来10张。全体成员，各位在江东的，最近谁回母校了？新图书馆工地还大了点，时代呢，又闹鬼了。听说这次还死了人，邪乎的很。别猜了，有胆大的主播正在现场直播，赶紧去看。玄学大师？不对，那工地里的鬼物是真的。这帮人如果纯粹为了流量跑过去，这就是传说中闹鬼1年的江都蓝学学。舒克，这金石办学正绩就要办学新图书馆工地。今晚我特地请来了江都市有名的玄学大师，为大家揭开这里的秘密。大金今晚玩这么大，看密之前，大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，这地方早先是乱葬岗，后来建图书馆，建到一半就因为疫情而就停了。这事儿是真的，当时还上了本地新闻。去年好不容易准备开工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一名女大学生在工地上掉匍匐了。事后不到1个月，这里强行开工，可值夜班的工人天天晚上听到女人的哭声，却找不到人。师傅，再开快点！去年好不容易准备开工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一名女大学生在工地上掉。事后不到1个月，这里强行开工，可值夜班的工人天天晚上听到女人的哭声，却找不到人。直到1个多月前，工地再次复工，结果没几天出了更大的事儿，所以这里再一次被彻底封锁。大师形象瞬间崩塌，说好的得道高人呢？怎么也钻狗洞啊？此地，乃是阴煞汇聚之局，怨气不得散，久而久之便会滋生邪祟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废弃工地，据说这里一到晚上就有奇怪的事情发生。是煞魂，比想象的要强不少。孽障，还不速速现形！别破了！这是他生前上吊的地方，普通黑狗血没用。完了！快走！所有人
人都离开这里！我操，刚才那条黑气是什么？不是特效吧？小姐没看美颜啊！这边好像真的看到一个女。你也走，半空，这不是你掺和得了的事。大师！炼气2层巅峰，甚至摸到3层门槛，这老骗子纯粹找死。救命！走！该死！我要你死！好强，最多再挡2下。你找死！好险！幸亏这几天用雷星诀淬炼了神魂，瞬间出现破空成型。我不疯，我死的好冤，我要报仇。喊冤，看来他并非纯粹的恶。你是谁？要你命的人，你滥杀无辜，我本该让你魂飞魄散。不过，既然你喊冤，我给你一个开口的机会，说完送你上路。我不想害人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我叫何艳艳，是江都大学的学生。你就是那个1年前因为抑郁症在工地上吊的校花。那是他们把我害死，烧了我的尸体，最后用钱和关系安上的名头。冷静点儿，不然我帮你冷静。我死后魂魄离不开这里，直到那天，我感觉到了地下的东西。走，我本只想躲在地下等凶手来，可那个复工的包工头，克扣血汗钱，还带人把一个讨薪的农民工往死里打，他的哀嚎跟我死前一模一样。那一晚，我置他为死地。从那以后，我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，只要有人靠近，我都觉得是坏人。直到你出现，执念不散，你永远入不了轮回。报了仇，你也是死人。不报仇，我宁可魂飞魄散。高人，求你帮我，只要你能把害死我的那几个混蛋引过来，让我亲手报仇。我把地下的珠子献给你，那是能滋养魂魄的绝对宝物。能让普通灵魂1年内如深渊般不可测量的收益率达到炼气2层巅峰，确实是宝物。让我帮你杀人，抱歉，我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，为了一颗珠子背几条人命，不划算。不过，杀人犯法，但让坏人得到惩罚天经地义。我不能帮你杀人，但我可以帮你伸冤。我会找到证据，让警察把凶手全都抓进监狱，让他们在牢里忏悔一辈子。这比杀了他们更痛苦。你亲手杀人，怨气会让你沦为恶鬼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也会把你打得魂飞魄散。可如果让法律制裁他们，
你冤屈招血，我再想办法超度你，你就能干干净净去投胎，重获新生。自己选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能让他们身败名裂，在牢里过一辈子，我愿意。至于超度，回修真界找个法门并不难。很好，现在告诉我，害死你的人是谁？沈景飞，他是江都4大家族之一，沈家的3少爷，仗着家里的权势，在学校里横行霸道，没人敢惹。他多次公开骚扰我，都被我拒绝了。那个混蛋亲手就在一个晚自习后叫上了2个狗腿子，把我从回宿舍的路上强行拖进了这片工地。他们，我拼命反抗，最后被他们活活打死。为了掩盖罪行，他们把我吊起来，伪装成，还放火烧掉了我挣扎时留下的所有痕迹。就是他撞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林渊，我们到此为止。这3个混蛋！沈家在江都势大遮天，你真的能扳倒他们吗？放心，我会先用规矩的办法，让他们身败名裂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如果他们不守规矩，想用盘外的手段，那我就只能用我的规矩，送他们下去，给你赔罪。修行之人最重因果承诺，否则道心有损。我明白了，今晚动静太大，此地已经暴露。我愿意献出我赖以存身的阴煞珠，并寄身其中，只求能亲眼看到那3个混蛋伏法。可以。此珠乃阴地至宝，凡人无法带走，只有修行者才能收纳。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跟阴煞珠的联系断了？看来你并不老实，还想着就算我拿着珠子，你也能随时反客为主。高人饶命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想留一个自保的手段，却没有想过要害你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哼，但愿如此。我说过会帮你，就一定会办到。进来吧。是。好精纯的阴属性能量，可惜与我的火金灵根相克，怎么用还得再想办法。不过此珠的形成恐怕与这里曾是乱葬岗的极阴之地有关。能量过载警报，可是我根本还没给它充过电，这里面的能量哪儿来的？这玉佩竟然还能吸收电冷之外的能量，而且完全不受我控制。这能量过载感，最多2小时我就会被强制传送。快，搜索现场，1组、2组，东西2侧包抄。储物袋排斥活物，难道寄宿了何妍妍的魂体？这颗珠子
也被判定为活物了。这边，去那边看看。这边没人。情况有变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。看来刚才那次穿越消耗掉了过载的能量。阴煞珠没带回来，玉佩的穿越规则和储物袋一样，任何被判定为活物的东西都会被剥离。糟了！林师弟，林师弟你在吗？大喜事儿啊！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。赵师兄，何事？林师弟，我给你谈成一笔大生意。丹气堂的李指示您知道吧？他老人家尝了您的盖饭，赞不绝口。这不，特地派了他最看重的记名弟子王师兄，正在访视的魏仙居等您，说是代表执事本人想跟您见一面，谈谈长期供货的事儿。知道了，让王师兄稍等。别啊，林师弟，王师兄代表的可是李执事，脾气可不太好。他说最多等一炷香的功夫，这可是天大的机缘，错过就没了啊！你先去稳住王师兄，就说我正在修炼的关键时刻，马上就到。好嘞，林师弟，您快点啊！高人，高人，您在哪儿？求求您！这边，去那边看看。再去那边看看。这边搜过了吗？报告队长，还没有。这间储藏室门被堵死了。清出来，任何角落都不能放过。高人，您刚刚去哪儿了？我以为您不要我了。闭嘴！警察进来了，带我去你之前藏身的地方，快！在地下室。就这儿了。我有一种特殊神通，但暂时带不走你。你先在这里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在我回来之前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哪怕天塌下来，也不许出来，不许发出任何动静。记住了吗？下面还有个地下室，都小心点，下去看看。王师兄，林师弟他真的在修炼的关键时刻，您再担待片刻。哼，关键时刻，赵胜，我可告诉你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李执事的面子，不是谁都有资格不给的。是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少废话，诚意呢？我等到现在，连口热茶都没喝上，这就是你们的诚意？让王师兄久等了。你就是林渊，架子倒是不小，竟敢让李执事的弟子等你这么久。并非有意怠慢，只是修炼偶有所得，一时忘神，还望师兄海安。不知师兄代表李执事而来，有何指教？李执事很欣赏你的手艺，以后你每日那50份盖饭，不必去访市卖了，直接送到我们丹气堂。不行。你说什么？我已对中卫师兄弟承诺，每日在访市出售。若是言而无信，日后还如何在宗门立足？王师兄的要求，恕难从命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如此，你也别那么辛苦了，把你那龙火爆鳄肉的配方交出来，由执事堂的膳房来做。执事大人念你辛苦，会赏你一笔零食的。配方不卖，况且其中有几味调料乃我独家秘制，就算给了配方，你们也做不出那个味道。王师兄，我想
李执事是真心喜欢我做的饭菜，想每日都能吃到，而不是想断了我的财路，让我没心思钻研菜品，最后砸了我的锅巴。李执事确实是这个意思。这样，你辛苦一些，每日多做20份，专门供以执事，如何？每日多做，便会耽误修炼。这个你放心，李执事不会亏待你。以后你在外门修炼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遇上什么麻烦，随时可以来丹气堂找我。既然王师兄都如此说了，那师弟自当尽力而为。正好有一事请教师兄，我用灵石修炼时，总感觉炼化灵气颇为费力，远不如服用聚气丹来的顺畅，这是何故？你应是3灵根吧，这很正常。灵根驳杂，炼化天地灵气本就事倍功半。想提升速度，换一门品级更高的功法即可。功法品级越高，炼化速度越快，对心神的消耗也越小。原来问题出在功法上。这本大陆或青阳心经，品级太低，才是修炼效率低的根源。只是外门弟子想得高阶功法，何其难也。给我破！炼气2层，这点力量在修真界不算什么，但在地球足以成为筹码。何艳艳，我不会让她痛快的死，我要让她被最瞧不起的规矩彻底碾碎，在铁窗后咀嚼阿果。林师弟，你突破了。侥幸，要凡俗界用的符，一种让人不受控制说真话，一种能藏匿身形。嘿嘿，吐真符、隐身符，一阶中品，10块灵石1张，每样5张。这钱烧得真快。易容法器，墙角自己挑。太贵，只要凡人看不穿就行。我要最便宜的易容面具。劣质易容面具不入街，1张固定大众脸，2块灵石，爱要不要？就要这个。转告丹气堂王师兄，多加的20份已经开始准备了。沈景飞，审判开始了。我回来了，别急，排斥。现在我带你去看他们下地狱。林渊，快看手机，工地彻底火了！不是剧本，高人放火球电光，评论区全在喊灵气复苏。说吧，说完送你上路。林渊，我反复听了，视频里高人说话的语气和停顿跟你好像啊，不会是你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哪有那本事？工地空旷听差了，我昨晚早睡了。张顺，盛景集团采购猎物副经理，沈景飞身边的一条好狗。你谁呀？有毛病！张顺先生，有点事想聊聊。行啊，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想问什么？
耽误我吃饭可不客气。第一个问题，你认识何燕燕吗？认识，当然认识。那身段脸蛋儿，就是性子太烈，可惜了。忍着，这是证据。性子烈，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那可主要是沈少的主意。沈景飞，他被拒了好几次，面子挂不住。我们就是跟着喝口汤，帮他办事儿。具体说说。那天晚自习后，沈少毛了，叫上我和李杰，在回宿舍路上把人堵了。那地方黑灯瞎火，喊破喉咙都没用。我跟李杰一人一边拧住他胳膊，拖进废弃工地。沈少第一个上的，后来就没力气了。然后轮到我了，我跟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杀了他？”本来没想弄死他，玩够了放了就行。可那娘们太犟，哭喊着要报警，把我们祖宗18代骂了一遍。沈少火了，他说：“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绝望。”让我们摁住他手脚，他亲手掐死了他。后来呢？后来吓傻了，腿都软了。沈少踹了我们，骂废物，说伪装就行。我们找绳子把他吊在钢筋架上，倒了点柴油，放火烧了痕迹。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完美。沈少打点好了，最后定性抑郁症。这件事，你手上有证据吗？嘿，为了刺激，我偷偷录了一小段视频，后来害怕删了视频，手机也换了新。旧手机呢？扔在老家。城郊幸福小区3栋2单元402，手机在卧室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，和旧东西混一起。门钥匙在门口破消防栓里。在土真福引导下，他竹筒倒豆子般交代了伙同沈景飞，威逼利诱贫寒女孩，用钱权摆平麻烦的所有罪行。好好享受你最后的午餐吧。奇怪，怎么有点犯困？我刚刚跟谁说话来着？服务员，点餐，战斧牛排5分熟。这部手机里所有数据，不管用什么方法花多少钱，全部恢复。我只要数据，别的不用管。老板放心，加班加点一定完成。混蛋！这样会暴露身份。这部旧手机必须由别人亲手搜出来，证据链才能牢牢定住沈家。我需要一把最锋利、最轴的刀。张可心，谁？是沈少，沈景飞。他看上那妞很久了，他亲手掐死了她，伪装成做得干干净净。何燕燕案，混蛋！小丽呀，晚上跟哥去喝一杯。警察，不许动！张顺，干什么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沈氏集团也是你们能随便闯的。警察，你涉嫌一宗蓄意谋杀案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不许动！不许动！哟，这不是我们江都警界最漂亮的张大警花吗？怎么几天不见，想我了？来我家玩，需要带这么多人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抄我的家呢。沈景飞，
你因涉嫌一宗蓄意谋杀案被正式逮捕，现在立刻穿上你的衣服，跟我们走。审判继续。老实待着。李杰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，我都说。1年前，在江都大学新图书馆的废弃工地，我们3个人，沈景飞、张顺，还有我，强行侮辱了何艳艳。后来因为何艳艳说要报警，沈少怕事情闹大，就掐死了她。是我和张顺一起帮忙，把她吊起来，然后伪装。火也是我们放的，用来烧掉地上的血迹和脚印。这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突然就全招了？跟张顺的说的话对上了，完全对上了，完整了。沈景飞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1年前江都大学工地何艳艳的案子，你认不认罪？认啊，怎么不认？那小娘们不识抬举，小爷我看上她是她的福气，居然还敢反抗，又抓又咬的跟疯狗一样，掐死她，都算是便宜她了。要说刺激，还是那天晚上刺激，她叫得越惨，小爷我就越兴奋。那皮肤，那身段，张顺那小子还偷偷录了像，可惜后来删了，不然还能拿出来回味回味。城南那个叫菲菲的女大学生记得吗？喝了我的酒，第2天醒来还不是乖乖闭嘴。他弟弟的工作还是我爸给安排的。还有上次跟东城区王胖子抢地，我找人打断了他一条腿，给了30万，屁都不敢再胖一个。就是从来不从就怕自斗狼叛，你自己已经说完了。立刻联系检察院，以故意杀人罪提请批捕。放心，都结束了。真的吗？他们承认了。千真万确，你可以放心去投胎了。投胎？高人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我想见见我妹妹。说。我死后，家里人肯定把她当成了出气筒，我不放心，我真的不放心她。你妹妹在哪儿？广南省深州市，在一家电子厂打工。她叫何小丽，今年才20岁。为什么不在家？我们家重男轻女，只疼弟弟。我和小丽从小相依为命，她为了供我上大学，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。我死了，家里那笔赔偿款肯定也落不到她手里。她一个人在外面，我担心。我答应你，但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最多3天。谢谢高人。先回枝子里稳固魂体，我去想办法。林师弟，今天来的挺早啊，又来进货。符箓要买，但今天来是想跟师兄打听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有个凡人朋友，意外枉死，魂魄不散。咱们修道之人，有没有办法能让他安稳投胎，不受轮回之苦？枉死之魂，这事儿可大可小。魂魄离体，7日不入轮回，就会被阴差带走。若是怨气太重，逗留人间，轻则化为孤魂野鬼，重则变成厉鬼，为祸一方。师弟，你问这个，该不是沾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？只是帮个忙，积德行善。师兄，到底有没有办法？办法嘛，自然是有的。寻常的超度法事，对怨气重的魂魄用处不大。真正有用的叫转生符。转生符？对，2阶上品的宝贝。这玩意儿能洗去魂魄的怨气和业力，跳过阴司审判，直接送入轮回通道，保他下辈子投个好胎。这符贵吗？一口价500下品灵石。500？
林师弟，你以为这是大白菜啊？2阶上品灵符，能干预轮回的宝贝，整个外门能画这玩意儿的符师一个都没有。我这还是托了我师傅的关系，从内门一位长老那儿求来的。500灵石，全部家当，也就30出头。师弟，咱俩谁跟谁？你那盖报的生意，整个外门谁不知道？日进斗金啊！这样，师兄我今天就豁出去了。这符你先拿去用，灵石算你欠着。喏，7天之内给我结清，怎么样？这可是看在咱俩的交情上。好，多谢张师兄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林师弟，这位是任务殿的梁子成师兄。见过梁师兄，你就是林渊，可真让师兄我好找啊。师兄见谅，在下要忙着做饭，还要四处采买，所以忙了些。哼，生意不错嘛。行了，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。我今天来是给你派个宗门任务。任务？赵师兄，我入宗不到1月，不是说新弟子有半年保护期，不会被派发强制任务吗？梁师兄，林师弟说的对，他才入宗10几天。那是对炼气1层的废物而言，林师弟已经是炼气2层的高手了，自然不能同日而语。况且此次任务非你莫属，就因为你会雷法，正好克制那邪修。放心，你只是辅助，带队的乃是炼气5层的孙烈，另有3名炼气4层陪同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在保护期内。保护期？哼！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任务令。任务令是什么？宗门强召弟子执行任务盾的令牌。有这东西在，任何外门弟子不得违抗。可这东西1年只有3次动用机会，是用来请那些炼气后期的顶尖高手出山用的，怎么会用在你一个炼气2层身上？林师弟，这任务你是接还是不接啊？既然梁师兄连任务令都请出来了，师弟我接了。算你识相。此次任务乃是因为大明皇朝西柳郡东河镇小阳村出现了一名邪修，此邪修以凡人为祭进行修炼，为祸一方。此事闹到我青阳宗，由我青阳宗派人剿灭此邪修。3日后5时，任务殿集合，不得迟到。林师弟，你怎么就答应了？这次带队的是孙烈啊！孙烈，他跟陈天平穿一条裤子的，这摆明了是个坑，他们要在任务里弄死你啊！哼，原来如此，他们可真是煞费苦心。不对啊，他们既然要害你，为何要提前3天通知？这不是给你准备的时间吗？准备？赵师兄，你以为他们是给我时间准备逃跑或者求饶吗？不，他们这是在享受猫捉老鼠的乐趣。他们想看的是我在这3天里如坐针毡，惶惶不可终日，或者是给我时间，主动把龙火爆恶肉的配方双手奉上。原来如此，真是欺人太甚。赵师兄，先别气，这个给你，这是70份，20份送去丹气堂，剩下的照常卖。太好了，这是昨天的收入，扣掉成本，一共88块灵石。赚得快，花得更快。赵师兄，最近收了多少妖兽肉？都在这儿了，一共花了10块灵石。师弟，我拿2成已经太多了，以后收肉的钱就算我的，不然我心里不踏实。赵师兄，你再挂个牌子，收购凡药，人参、灵芝、雪莲之类的，年份必须在50年以上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价格可以给到1灵10亿株。这么贵？那些凡药
根本不值1块灵石，会吃亏的。你只管收，收100株就停。好的，我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屈服，不可能。屈服了一次，他们就会变本加厉，直到吸干最后一滴血。所以，这个任务必须去，而且必须活着回来。电棍，不行，孙烈只要有防备，撑起灵力护盾，电棍就是烧火棍，借邪修之手除掉他们，风险太高，变数太大，自己很可能一起陪葬。唯一的破局之法，只有提升实力。可3天时间，就算不眠不休，也不可能从炼气2层突破到能抗衡炼气5层的地步。功法还是大陆货，效率低得令人发指。既然修真手段不行，那就换个赛道。谁规定了对付修士，就一定要用修真手段？高人，你回来了。此为转生符，只要你生前并非大奸大恶，它便可让你免受阴司审判，直接转生，投个好胎。谢谢高人。撑住，今天我就带你去见你妹妹。3天，只有3天。3天后，炼气5层的孙烈。3天，只有3天。3天后，炼气5层的孙烈，一场必死的阴谋。屈服是死路，必须在地球找到能杀死修士的法宝。林渊，你这2天……回头再说。马上给云顶轩的刘振强打电话，我带了5种全新的顶级野兽肉过去。5种，好，刘总厨天天盼着你，我这就联系。林先生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这肌理，这活性，这不是食材，是艺术品，是审计。刘总厨，5种肉，研发费50万，尽快给我处理方法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不过钱的事儿，您给云总说就行。林老弟，我的亲老弟，你可算来了。5种全新的，品质只高不低，好，太好了！老弟，之前1周10斤，杯水车薪。那些老饕天天堵我门，每周50斤，只要你能给我这个数，研发费我全包了，肉钱另外算。以后你就是我亲哥。可以，不过这种肉用量必须控死，吃出问题是天大的麻烦。您放心。上桌我们服务员全程盯着，绝不让任何人多吃一口。林渊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看起来很急。小北，我们的盖饭如果开足马力，1天能产出多少份？如果材料提前备好，做出500份都没问题。现在每天70份的瓶颈，主要是在前期处理那些野兽肉上，工序太复杂了。再招2个厨师，先把量提起来。另外，肉质加工厂的事儿，必须今天就定下来。以后所有前期处理全部交给工厂，厨师只负责最后烹饪。我早就看好了2家，就等你拍板。我们现在就去。2位老板，我这厂房、这设备那都是顶级的，价钱嘛，看在你们是小北朋友的份上，80万，这厂里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。看老板那德行，又想把那堆破铜烂铁当宝贝卖了。林渊，这家不行，老板跟工人离心离德，做不大，我们没时间从头整治。请问是李国华李老板吗？我是李国华，你们是来看厂的？是的，我们想看看，如果合适的话就买下来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厂子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就剩下这10来个老伙计了。李老板，方便看看账本吗？没什么不能看的。
亏了10几万，还欠着供应商20多万的货款，生产出来的东西没名气，卖不出去，实在撑不下去了。50万，你的厂子、设备、资质，连同这10个工人，我全要了。你说什么？但是，我有一个条件，你留下来，继续当厂长，我给你开3万月薪。我要这个厂子，明天开始就恢复生产。厂子不用关了！天哪，我们不用丢工作了！老婆，不用搬家了，厂子被人盘下来了啊！我还能继续干。李厂长，这是做什么？林老板，您这不是买卖，是救命。我李国华这辈子没服过谁，今天我服了您。您放心，只要我李国华还有一口气，这个厂子我说让他转，他就得给我转起来。他们可是我赚取零食的关键，花点钱让他们真心付出比什么都划算。哇，就是飞呀！你做了一件大好事。小北，你把新招的2个厨师叫过来，让他们把特制肉前期处理手艺交给这里的工人，流程化、标准化，以后肉都用机器切好，前期的各种工作都做好，送到店里可以直接下锅。好，这样一来效率能翻好几倍。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我现在去一趟深州。去深州？这么急？那今天还做盒饭吗？一切照旧，我去见一个人，了结一桩因果，晚上还会回来。3天，时间不多了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别急，人一定在厂里。师傅，我找个人，何小丽。找人去前台登记。流水线上的工人，我们哪知道谁是谁？小丽的电话还是打不通，我真的好怕她出事。你好，请问你认识何小丽吗？你谁啊？找小丽干嘛？我是她姐姐何艳艳的朋友。艳艳前段时间意外去世了，我受她委托，把一些遗物交给小丽。什么？艳艳姐死了？不可能！小丽说她姐姐在江都上大学，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会？是意外，所以我必须尽快找到小丽。这是艳艳最后的遗愿。我叫李梅，是小丽的舍友。大哥，你跟我来。小丽她1个星期前就辞职走了。辞职？还不是被她家里逼的。小丽家里重男轻女的厉害，她1个月6000多块，自己省吃俭用，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钱全都寄回家了。前阵子她那个不争气的弟弟高考没戏，家里听了小广告的忽悠，非要送他去读什么国外大学的国内分校，1年学费加生活费要8万块，你听听，8万，这不就是要小丽的命吗？小丽哪有钱啊？她以前的积蓄，不是供她姐姐上学，就是被家里搜刮走了。她自己天天啃馒头配盐菜，为了多赚点加班费，1个月在流水线上站300多个小时，人都快熬废了。那她后来为什么不干了？后来就有个老乡跟她说，可以介绍她去国外打工，工资是这边的好几倍。我劝过她，我说现在骗子多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可她太想赚钱了。她说不能眼睁睁看着弟弟没学上，被爸妈打死。她说就算被骗，她也认了。她什么时候走的？1个星期前，说是有人开车来接。大哥，我好怕。最近新闻上天天说，好多人都被高薪工作骗到缅甸去了，说是到了那边就回不来了。你说小丽她会不会也……喂，
请问是何小丽的家长吗？我是博鑫电子厂的。何小丽无故离职，我们联系不上她，想确认一下她有没有回家。谁知道那死女子死哪儿去了？让她给家里拿点钱，供她弟弟读书，她就跟我们玩失踪。我看她就是在外面玩野了，心都野了，不想管这个家了。那您知道她可能去了哪里吗？这涉及到……知道，我们也在找她，等她滚回来，看我不打断她的腿。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小丽为了这个家，哀莫大于心死。李梅，谢谢你。大哥，你要不去报个警？来不及了，警方正在全力解救，但边境线漫长，等官方流程走完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何小玉等不起，何艳艳的魂体更等不起。必须快，去南云省边境，茫茫人海怎么找？就算找到了，面对持有武器的凶残人贩子，又该怎么救？2天半，只剩2天半，还要回到修真界，去面对孙烈那个炼气5层的修士，面对一场为我量身定做的死亡任务。谁说这2件事要分开解决？缅北人贩子武装，孙烈炼气5层，死亡任务。如果能从那些人贩子手里搞到他们手里的家伙，燕燕，撑住！我不仅要把你妹妹完好无损地带回来，我还要让那些混蛋付出他们无法想象的代价。不过，在去南云省之前，我得先回江都，取几件对付他们的趁手工具。